要说哪一代的宝可梦存在感最低，我铁定投第8代剑盾这一代。起因是我最近刷到一个宝可梦大集结的视频，主播使用的宝可梦非常冷门，不说大家可能都快忘记了。列阵兵，在我印象中，宝可梦的旁支作品通常会选用一些人气宝可梦来撑牌面，这样更有利于吸粉和冲销量。所以像列阵兵这种存在感特别低、社区讨论度几乎为0的宝可梦都能被选入大集结中，着实让我有些意外。但更让我意外的是列阵兵在游戏中的表现。列阵兵在使用围攻这个技能时，会分出2个小兵单独作战，玩家再按一次，它会再分出去2个，而此时领头的本体是可以脱离战斗自由行动的，其实就是米莱迪第2技能。当使用超级绞击时，列阵兵会变更队形，蓄力向正前方突刺。我操盲田，大招则是5个小兵围着首领快速转圈圈，真不愧是你天美。需要投分时，小兵们会叠起罗汉立在一起。整体动作设计的非常有趣，每个技能都很好的展现出了这只宝可梦的特点。我在看完这个视频后是非常震惊的。我惊讶的不是列阵兵设计的有多好，而是这些设计我在剑盾里竟然没有见过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剑盾是宝可梦游戏销量的第2个巅峰，改变了系列游戏多年以来玩而不精的事态。从第3世代的红蓝宝石到第7世代的太阳月亮，宝可梦振作的销量一直都非常稳定。最高的钻石珍珠卖到了1767万份，最低的黑白也有1564万份，差距非常小。而剑盾在这基础上竟然提高了将近1000万份。据任天堂最新财报显示，截止2024年3月31日，剑盾的销量已突破2627万份，是 Switch 上销量排名第6的游戏，也是宝可梦历代销量排名第2的作品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剑盾是宝可梦游戏的第2个巅峰。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一是有 Switch 的大成功，让几乎所有的任系游戏都焕发了第2春；二是 Pokémon Go 的破圈和 PTCG 问鼎世界第1卡牌游戏，吸引了一大波新粉丝入坑，给 IP 注入了新鲜血液，从而反哺了宝可梦的正统游戏。可以说宝可梦的第8世代赶上了 IP 的第2个巅峰期。但很搞笑的是，时代的红利剑盾是吃到了，但剑盾的宝可梦却没有。根据2020年的官方人气投票显示，多隆巴鲁托是第8世代最受欢迎的宝可梦，其次就属闪耀王牌、毛边羊、雪吞虫、剑盾狗、加拉尔小火马比较有代表性了。但是对比第6世代的忍王和仙布，第7世代的迷你丘和木木枭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的热度能赶得上这4位。原因之一在于剑盾这座的主线流程太短，故事太简陋，没能给到新宝可梦什么塑造，这点倒也无可厚非，毕竟历代游戏都差不多这样。其次就是动画那边的宣传力度不够，8代宝可梦遭遇了比6代更严重的喧宾夺主。我们回顾前6季动画，小智的队伍通常都会以新地区的新宝可梦为主，但在这季中，小智的6名大将里有4只都是老面孔，大大挤占了新精灵的位置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几个还都是人气宝可梦，同时还担当了队伍中 Mega 进化、超级巨化、Z 招式的选手，那他们获得的关注度自然就盖过了葱油兵和三鱼龙。同时作为每个时代宣传核心的御三家，这次竟然一直都没分给小智，而是全部打包献给了蓝二小豪。但是小豪又是个图鉴党，不怎么玩对战，御三家在他手上大部分时候只能起个造型上的作用，并且小豪还因一球超人的行为惹得众怒，成为了过街老鼠。三小智没有被关注很无疾无牵连，已是万幸，就更别提什么吸粉了。所以8代御三家空称人气最低的一代，连御三家都这待遇了，其他宝可梦就更可想而知。在前几季动画里，哪怕一些宝可梦再冷门再没人气，动画都会安排他们在某一集中当一回主角。但加勒尔的新宝可梦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们中不少在旅途里要么成了背景板被镜头一扫而过，要么被小豪一球收服，真就成了凑图鉴的。我个人明明是把旅途从头到尾都追完了的，但对很多新精灵却没啥印象。我记忆里好像有不少新精灵从来没在动画里登场过，有哪位朋友记得魔灵珊瑚在哪集中出现过吗？可以在弹幕里告知一下。这些不合理的安排再加之编剧的一系列骚操作，败坏了整季动画的口碑，直接让旅途抽出了圈，吓跑了不少观众。动画对新时代宝可梦的宣传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。动画这边失手了，剧场版那边也沦陷了。以往剧场版都是神兽换手的大秀场，他们的人气全指着剧场版来带动，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在剧场版的热度本就持续走低的情况下，这代还撞上了疫情，就直接让新剧场版来产了。最近4年，官方就只推出过1部宝可梦剧场版，未来是否还有剧场版的企划，目前仍是未知数。剧场版的缺失让第8代的神兽幻兽们失去了自我展示的舞台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雷冠王。作为第8世代的1级神，在 TV 动画里没戏份就算了，现在连剧场版也没了。雷根王仅靠着在游戏里的强度艰难地维持着热度，离开游戏，雷根王怕是存在感最低的神兽了吧？唯一有剧场版的幻兽萨鲁德还长成这样。
有种周边卖不出去的卖。我承认这部剧场版拍的是挺感人的，但看完顶多让人对萨鲁德黑转路人，想粉起来恐怕很难吧。和同为幻兽的梦幻基拉奇比起来，萨鲁德那是一点竞争力都没有。通常一个时代的爆款宝可梦比较容易在御三家、准神、神兽和幻兽中产生，结果8代的宝宝们因为这那的原因输得溃不成军。御三家是在狗豪手上的，多隆巴鲁托是被喷火龙越俎代庖的，神兽是没有剧场版的，幻兽的颜值是会吓哭小朋友的。本来宝可梦动画的影响力就在逐年下滑，造型能力早已大不如前，结果这集动画还拉了特大的，直接让第8代的宝可梦热度掉了一大截。所以看似第8代生在了一个好时代，但架不住官方作词和外界不可控因素的干扰，让整个时代的宝可梦人气都受到了不少影响，没能再捧出一个新的爆款。可能官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，对诸子星宝可梦的待遇明显就好了不少。第8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了，就看第9代的假喵喵、呆火鳄、土王、布波、发姐和苍岩刃鬼，谁最有可能突出重围，成为下一个人气王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第8代哪只宝可梦，又觉得第9代谁最有成为爆款的潜质呢？留言大家来讨论一下吧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，还请点赞关注一下，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。那么下期再见，拜拜。